寻找夏季的伪装者，感受记忆的享食。知名演员张萌带来独家私房料理，更有5星级主厨现场制作神秘料理，一切精彩尽在本期粤美食。我对他是一见如故，我爱极了他身上的味道，所以我想我应该是喜欢他的。他是食物，有着谦卑的性格，却总能唤醒我沉睡已久的味蕾。不要辜负与食物独处的时光，感受双手去点燃的温度。没错，这就是我热爱的生活。我是张萌，请记住，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吃牛肉的啊，然后牛肉呢，它又分很多这种肥牛，尤其是特别的香，特别的松软，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家里面，哪怕是一个人，都要好好吃饭，好好的爱自己。女人一定要在吃上不能委屈了自己。所以呢，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1人份的肥牛盖浇饭。好了，那首先呢，我们先有这个肥牛准备好。这个其实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备一些肥牛，先冷冻一些。这样的话呢，哪怕你平时有的时候你懒的时候，你就可以轻轻松松拿出来做一下。然后呢，还有就是米饭啊，这个米饭我都已经提前准备好了，香喷喷的，我特别爱吃米饭。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的这些调料有胡萝卜，然后有洋葱，还有西兰花啊，首先是有这个生抽。我们知道生抽其实它是跟老抽之间的差别就在于生抽是味道比较鲜美，然后比较有味道，就是它会有咸味儿。然后这个老抽呢，就是调颜色啊，使我们的这个味道色泽更加的浓烈。还可以再来一点蚝油，蚝油其实是我平时，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调料，很香。有的时候我们做那个什么蚝油鸡翅啊什么，随便放一点蚝油，放一点这个料酒就已经很好吃了。放一点点盐，不能放太多，因为我们已经有蚝油和生抽了，所以就放一点点。这个糖的部分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甜的，所以我会多放一点，这个依据个人的口味。然后根据你的个人习惯呢，这个是我之前调好的这个淀粉水，我们先把它放到旁边。这西兰花其实是后面我们就是摆盘的时候，因为光是肉也不行嘛，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好吃的东西，所以把它这个根儿去掉，这样的话也比较好摆。胡萝卜我们先把它切成这种小的片儿。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特别可爱的模具，有没有？当然你也可以，这是那种像小樱花一样的模具，然后就可以把这胡萝卜用这个模具。我们追求的是色香味俱全，知道吗？可爱吗 ？So easy。好了，准备好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可能要焯一下西兰花。好了，水开了之后可以焯一下。牙口不太好的啊，就可以稍微焯的时间长一点。这个洋葱啊，其实对身体特别好。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西兰花和这个胡萝卜是不是已经快好了？哎呀，好好看呀！把它捞出来，看是不是绿绿的、红红的，好好看。好了，现在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烧牛肉的这么一个阶段。好了，基本上锅已经干了，放一点油。我是很少寡油者，所以我几乎就没放油，就是给它个面子而已。先把洋葱放进去炒一下。这个时候可以放入一些牛肉。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料放进去，能闻到吗？好了，汁儿收的差不多了，闻着味道也不错了。我们先把它放在一个器皿里面，然后等一下我们要摆盘。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最后一个点睛之笔。好了，其实我们现在有这个酱汁的牛肉，还有我们的饭，还有蔬菜，其实基本上已经做好了。但是最后这一个步骤呢，就是把我们整个这个菜升上很多腔调，升上很多逼格的这么一个工序。它是什么呢？好了，大家看一下。先是放一些生抽，然后再倒一些老抽，来点蜂蜜，哇塞！再倒一点开水，一定要是开水，对。接下来呢，我把之前调好的这个淀粉水一定要把它和匀，一定要一点一点的倒，一边手倒一边手和这个汁儿，一定要开大火。很粘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摆盘了。我们把之前准备好的这个米饭，还有我们的这个牛肉，北京的夏天闷热干燥，却香气四溢，那是来自食物的味道。人们用膜拜式的热情去寻找它们的与众不同，而那些其貌不扬却味道不凡的食物，成为了这个夏天的焦点。我叫于洋，我毕业于法国巴黎蓝带美食学院，我现在在弗罗碧斯罗担任厨师长。在我们弗罗碧斯罗，我们主要提倡的是家和分享的这个概念，因为其实大家很多见到的法餐，或者说大家广义上认知的一个法餐，都是要像反丹尼一样，必须要穿着西装革履，然后一道一道菜这样去上的。但是实际上，法餐并不仅仅是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更多的时候很多菜也好，或者说在家里这个形式啊各方面都是有一种分享。法餐中菌类的用途和它使用的范围是特别的广泛的。首先呢，菌可以当为主材来使用，就像完完全全以菌作为主材。那么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中餐中可能经常去谈到的素中肉。对这个东西，因为现在菌类的东西是大部分素食者的首选，因为菌类可以变换出来很多的味道，它是可以当做主材来使用。蘑菇气息浓郁，与肉同烹可去腥，与清淡食材同烹可彰显自身魅力，所以它是极为老辣的伪装者。自己与自己烹，烹出的却是别的味道。这道法式蘑菇黑松露猪脚呢，它的创意最初，它的想法是来源于当时我在法国工作的时候，然后我跟我们之前的 chef 同事们一起聊到，就是说中餐和法餐大家对于猪肉的使用都是特别的广泛，所以呢，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个猪脚也是深受广大食客们的喜爱。所以我们就迸发出了灵感，保留猪脚的原型，但是在这个猪脚的内部又去加一些比较湿润，然后味道比较丰富的蘑菇馅儿和黑松露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搭配，然后让之后它烤出来之后，外表皮比较酥脆，但是它里边是有一个馅儿在里边的，所以既保留了猪脚的原型，但是又让它吃起来不是那么的干涩吧，这个味道口味也会更加丰富。
这道菜我们的重心是在于它这个中间加的这个馅料的这个处理。这个猪肉大家都知道可能会有一些腥味啊，或者有一些这样的。首先呢，我们会放一些干葱，然后去压制住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又加入了蘑菇馅儿，这个蘑菇就会很好的使猪脚，然后的鲜味啊，各方面的味道的层次会提升的更多。然后最终我们最后又再点缀了一些黑松露，然后让黑松露的这个香味就更加的和这些东西搭配在一起，然后体现出来更多的层次。需要用美食作为纽带来拉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感情，所以这样一个作为分享形式的这样的一个晚餐也好，午餐也好，能够更加的把大家联系在一起，让大家不只是说在吃饭的时候在玩手机或可能是这样子。曼顿菌菇有机和鸭肝这道菜呢，其实在法国是特别有名的一道菜，它经常被列入法国的国宴上面使用。其实它的原理跟我们中餐很多煲汤或者说去炖一些，包括像佛跳墙这种东西，都有很多相似的这个地方。很多的时候，像在法国的大家庭中，周末老爷爷老奶奶早上起来就会煲这样一锅汤，然后等待着他们的孩子们，然后回来一起大家分享。我们首先是用鸭腿去煲了一锅汤，然后加上一些蔬菜各方面，然后这个菌类我们是经过稍微的翻炒之后加到汤里边的。在翻炒煎过的菌，然后它的味道啊，它的香味都会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个翻炒过之后，我们加入汤中，能够让它的味道更加充分的体现出来。里边我们有用到巴黎蘑菇，就是我们很多经常大家讲的百口蘑，其次呢还有用到牛肝菌、羊肚菌。这两种菌都是相对来讲数量比较少，大家比较罕见的菌类，但是它的营养价值这各方面也是都是特别的高。这道炖菌菇呢，其实它需要的工序很简单，但是好的东西是需要时间，然后把它做出来的。所以说这道菜我们最好的烹饪时间最起码就是在6个小时到8个小时，然后小火慢炖，然后这样的话能够把肉的香味和菌菇的香味都融合在一起，然后这样的话这个汤的口感会特别的浓郁。这些天然的食用菌是历史文化和社会需求把它们的身价抬高。菌中之王也好，可以吃的钻石也好，世间总有这样的食材，充满了奢华之气，让人沉醉，让人向往。这个牛肝菌酱拼呢，是法国人特别喜爱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我们这道菜的底是用油封鸭腿的肉丝，然后我们又配上了牛肝菌、白蘑菇和黑松露，这样经过一层一层的搭叠，然后去建立起来一个更加丰富的味觉和口感。首先我们这个鸭腿丝它是相对比较油腻的，为了解腻，我们在中间会垫上了一层无花果干，所以甜甜的味道能够中和这个油腻，使它这个香味各方面都会保持的特别好。类似这样的酱坯，就是在热制我制作完成之后，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去用我们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一个烹饪的手段，叫做真空低温。然后我们经过这样的处理，能够使鸭腿和蘑菇的香味更加很好的去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油脂凝结之后，会把这个肉坯带成一层一层，就是特别的紧实这样的效果。然后当我们切开之后，就能够看到它这一层一层特别好的一个纹理。菌类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其实就我个人觉得，就是它可以丰富和提升我们的味觉。其次呢，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高的一些的营养价值，丰富我们日常的餐饮吧。所有的蘑菇绝不只停留在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样子，它们性格各异，身怀不为人知的绝技。所以人们对于菌的喜爱，不仅仅是舌尖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情感的维系。
我叫卡申，来自于云南昆明。之前呢，我在北京已经待了8年了。之前在一家媒体杂志做主编的工作，之后呢是在大概3年前辞职之后，开了这个50小园，和这个朋友们去分享美食以及那种云南的生活方式，这大概是最开始的初衷。我们家主打的呢，实际上是我小时候印象当中我母亲给我做的菜，但是可能它不是那么的复杂，然后呢，你会记住那种感觉，所以这个云南菜对我来说更多的像是一种记忆或者是回忆。味蕾的记忆最牵动人心。在北方读书和工作的10年，卡生远离了家乡，远离了记忆中的味道，那是家的味道，是妈妈的味道，都浓缩在这小小的院落当中。菌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它到底为什么云南人会那么喜欢吃，可是呢，云南人呢把吃菌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当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只要菌上市了啊，所有的人今天晚上他们家的饭桌上是一定有一道菜是跟菌有关系的。我们家的菌其实在我们的菜单上面是轮番来的，但是我们会保证每一个餐桌上面在夏天的时候，包括有的时候冬天的时候，都会有一道菜是跟菌有关系的。其实包烧菌的话呢，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有这个牛肝菌在里面，然后再加上了一些我们平时能吃到的一些口蘑啊，这样会搭配出不同的风味来。在这个包烧杂菌的这个菜里面的话呢，可以吃到就是牛肝菌的另外一种口味，所以呢，这些关于菌的这些做法的不一样，确实会影响到它不一样的口感。一个人的饮食记忆，映照的是一个城市的饮食风情。云南人对吃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过好每一个日子，按照季节丰富了餐桌上的吃食。小的时候家里边常做的菌，其实就是要不然就炖汤，要不然呢就是炒菌。大部分最新鲜的菌，其实它的制作方式都是最简单的。菌汤这个的话呢，我们采用的是松茸，和这个竹荪在一块儿去制作这个菌的高汤。因为松茸在所有的菌里边，其实已经算是一个比较稀有的食材。那我们希望说，这个汤的话，可能每一个人分到的盅不是那么大，可是呢，它会有很营养的这个状态，并且在我们的这个菌汤里面是不放这个味精和盐的，所以所有新鲜的这个味道或者它的甜味儿，全部都是来自于松茸的本身的一个口感。乡愁是一种情绪，但是故乡在那个地方，但是由于我们的变化、我们的成长，以及我们对故乡很早以来就离开它，实际上你真正要回到那个地方，回到你的记忆当中的那个状态，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乡愁呢，它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撑着你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另外一种安慰剂。食物是记忆的享食，从童年开始，从故乡出发，伴随着人们成长。每一种食物或精致或简单，只要留下了个人的记忆和情感，一饮一啄的心境，就会在时光深处缓慢地氤氲开来。他来自北京长富宫饭店英日餐厅。长丰饭店呢，它主要分中餐、西餐、日餐。所以我们从事日餐这个行业，英餐厅这块呢，是北京最早头7家当中的一家。他有着丰富的日餐工作经验。我是从89年调到长丰饭店，一直到现在，将近从事日本料理将近30年左右的时间。
他对日餐有自己的理解。日本料理特点，它主要是以当季的这个食材来体现料理制作的这个精华这一块。现在这个季节，该吃蔬菜也好，或者鱼也好呢，它用的会很普及，而且在料理制作方面呢，把这个原材料发挥的最大的极致，是比较有名的。他就是本期时尚主厨张炳刚。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日本比较传统而且非常有名的鳗鱼饭和西京酱腌咸菜，还有日本大酱汤。首先把这个食材准备好，把这个原材料的表面清洗一下，在清洗的过程中呢，把这个皮也全部给它去掉。它主要是为了就是在腌制过程中呢尽快入味。这西葫芦呢，在削的过程中呢不用把这个皮全部去掉，因为这个水分比较大，也比较嫩，腌制过程中会非常快。根据这个蔬菜的这个大小呢，给它切成不等的这个长形条，也是为了便于呢在腌制过程中尽快入味儿。切好之后呢，咱们抹上这个薄薄的一层盐，大概腌制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主要是把这个其中像白萝卜呀，还有这个西葫芦这块多余的水分给腌制出来，因为在用这个酱在腌制过程中，它都会杀出好多水。这个蔬菜腌制半个小时之后呢，咱们在这个盒子里面下面铺上这个酱。这个酱呢是在日本料理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偏甜的一种酱，它叫白栗酱。它一般主要用于腌制咸菜，还有这个腌制鱼这一块。这个盒呢底下给它铺满了，也是为了便于在这个腌制这个咸菜过程中呢腌得更加充分一些。把这个胡萝卜放在下面，因为胡萝卜相对来说比较硬，水分少，腌的时间可能需要会更长一些。然后上面铺满之后呢，这个蔬菜放好之后，上面再放一层酱。尽量把它这个酱呢给它铺匀喽，上面不要出现这个蔬菜的这个颜色这一块。大概呢是需要腌制1天半到2天半之间吧。好，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呢，我现在呢进行下一道是这个鳗鱼。当然，在鳗鱼饭吃之前呢，自己需要加热，你给它把这个鳗鱼饭蒸得软糯一点，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大概根据这个鳗鱼的薄厚呢，时间需要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如果时间太长的话呢，它会把这个鳗鱼里面多余的这个脂肪，就是油脂这一块会蒸出来，对于这个口感呢有很大的影响。一般20到30分钟。这个中途过程中呢，也可以打开这个锅看一看，因为它这个鱼的薄厚是不一样的。它如果说特别硬的时候，它的鱼会卷起来。蒸的恰到好处，特别软糯的时候呢，那鱼会是在这个锅里面会是一个平展，完了用手呢稍微摁一下，隐约感觉呢特别软，这时候呢就可以出锅，完了再用烤箱加以烤制。鳗鱼呢总共需要大概烤制8到10分钟的时间，在这8到10分钟的时间里呢，咱们需要翻3次。正面跟背面呢重复的烤3遍就可以了，大概需要8分钟左右的时间。每次烤制的时候呢，根据它这个火的大小呢，它会刷上汁儿，然后它会起泡，那个汁儿呢会渗到那个鳗鱼的肉里面，会使这个鳗鱼的肉呢味道更鲜美，而且还特别的入味儿。咱们呢现在开始刷第一遍
鳗鱼汁儿。这个鳗鱼汁儿呢，在日本也好，或者说在咱们国内的日本料理店也好呢，它每家都不一样。一般超市呢都有这个成品的鳗鱼汁儿，它都是在工厂都调制好的。好，咱们现在可以放在烤箱里面，这是第一遍。在咱们烤制鳗鱼的过程中呢，我再为大家做一下那个日本料理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也是在日本家庭普通民众家庭生活当中呢也常喝的一种汤，叫味增汤。咱们在等这个水开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日本的腌制好的这个咸菜呢，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它腌完之后呢，可能会色泽上跟刚才稍微会有所区别。完了呢，我在这水没开之前呢，先给它切了，完了做成一个咸菜的一个拼盘。在我切这个咸菜的过程当中，这个水开了，现在呢可以把这个火关掉，把这个木鱼花呢放在这个开的这个水里面。它分1遍跟2遍，就是第一遍煮的这个水跟第2遍煮的水呢，这个鱼的木鱼花这个口味的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一定要在这个水开之后呢，把火关掉，让这个木鱼花呢慢慢的浸泡，完了它会充分的发挥这木鱼花的这个鱼香味儿。完了在浸泡过程当中呢，它这个木鱼花呢会往下沉，再通过过滤就是成了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就第一遍汁儿。好，咱们现在先不用管它，大概泡个3-5分钟的时间。好，咱们继续现在做咱们这个西京酱腌的这个小咸菜。好，那个小咸菜做好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第一遍的这个汁儿呢，首先给它过滤出来。好，咱们现在做的这个火上，啊，火给它打开。这个酱呢，也是就专门是做酱汤的酱。这个呢，是属于那种咸鲜口的。好，咱们在这个汁儿没开之前呢，㧟一点这个酱，搁在这个漏斗里头，因为它这里面会有一些那个豆子，粉末，完了放到这个里面给它打开。好，现在这个酱汤熬好了，8分钟的时间也够了。咱们那个烤好的那个鳗鱼呢，也可以出锅了。好，这是咱们刚从烤箱里拿出的烤好的鳗鱼，大家看这个色泽。好，今天为大家制作的鳗鱼饭、西京酱腌咸菜还有酱汤这块做好了。